就在訪華風聲愈演愈烈的當下，美國剛官宣制裁我國5家石化企業，理由更是霸道離譜，僅因為這些企業進口了伊朗石油。最近北京首都機場旁邊的西湖園草坪火了，那场面不知道還以為是哪位頂流明星跟那兒開露天演唱會，長槍短炮林立，大爺大媽們、攝影發燒友們排排坐，這脖子伸得比長頸鹿還長。他們在等什麼呢？他們在等環球霸王美軍 C-17戰略運輸機。短短幾天，3架美軍頂級戰略運輸機輪番空降北京。按照國際慣例軍機先行，元首隨後，所有人都默認特朗普要來了。訪華行程穩了，全網都在刷屏預熱，各種爆料滿天飛。白宮也高調放話，說5月14、15號特朗普開啟訪華之旅。特朗普本人更是公開喊話，直言這次中美會晤絕對精彩，值得期待。但詭異的事兒也是99%的人都沒看懂的核心貓膩兒。西方喊着震天響，中方始終不官宣，這熱度炒遍全球，風聲吹得人盡皆知。可咱們外交部至今沒有一句準話，沒有一次正式官宣，這就特別有意思。按照普通人的認知大國訪華，軍機打前站，物資先到位，流程走完就得敲定行程，官宣落地。怎麼到了這兒，流程全對，熱度拉滿，唯獨結果懸而未決。今天咱們扒透這場頂級大國暗戰。C-17確實來了，特朗普也確實急着來，但這次訪華少了以往的漫天預期，卻多了美國藏不住的窘迫，中國穩操勝券的底氣，以及完全反轉的中美格局。我是白胖大佬，歡迎來到老五集。先給大家破除一個全網最大的誤区。很多人看到美軍運輸機降落，就以為訪華板上釘釘，是常規外事流程，這就大錯特錯。咱們先聊聊 C-17飛機來北京到底是來幹啥的。懂行都知道，大國元首跨國高訪，提前派軍機打前站是國際通用慣例，不算稀奇。說白了就是提前運裝備、運物資、運保障。特朗普的專屬防彈座駕野獸，全套頂級安保設備、專用通訊指揮系統、特種勤務物資，甚至總統個人的生活物資、飲食習慣、配套用品，全都提前空運到位。早年克林頓訪華，連自己愛吃的西餐食材都要從美國直飛運來，這都是常規操作，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。但是，慣例是慣例，時機是天機，細節藏大事。這次 C-17扎堆降落，最大的反常點根本不在於來了，而在於來得急、來得慌，帶着一身狼狽來。原本特朗普的訪華計劃根本就不是5月，早前白宮敲定的時間是3月31號。他原本的完美劇本算盤打得噼啪響，先速通委內瑞拉，穩住伊朗，牽制俄羅斯，在中東跟國際格局上刷足戰績，攢夠籌碼，帶着一份光鮮的海外述職報告，風風光光來中國，居高臨下跟我們談條件，要好處。結果呢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每一衝突直接拖泥帶水，打成拉鋸戰。本以為是滿級大佬進新手村，結果呢，打成了持久戰，根本沒法快速脫身。不僅沒掙到面子跟籌碼，反而耗盡了精力，暴露了短板。更打臉的是，這段時間全球多國領導人密集訪華，伊朗外長各國政要紛紛來華交流，唯獨美國原地卡殼，全程掉隊。眼看着全世界都在跟中國深度合作，綁定發展，特朗普徹底坐不住，硬生生把訪華行程從3月拖到了5月，從從從容容變成了匆匆忙忙。這就是第一個核心变化。以前訪華是美國蓄勢待發，手握主動權，這次訪華是美國迫不得已，被動趕場。咱們把日曆往前翻9年，2017年老特第一次訪華，那時候他滿面春風，兜裡揣着2500多億美元的合同，那感覺就像剛在拉斯維加斯贏了一把大的。那時候的中美叫競合，雖然拌嘴，但還在一起搭伙過日子。可2025年的今天，天兒變了。如果說2017年的老特是來收租子，那2025年的老特更像是来借糧。2017年的美國是什麼状態？經濟穩步上行， GDP 高達19.48萬億美元，穩居全球霸主寶座，底氣十足，風頭正盛。那時候的中國剛剛突破12萬億美元的 GDP， 雖然穩居全球第2，但跟美國的差距清晰可見，整體處於追趕階段。彼時的美國心態極其傲慢，典型的我既能拿捏你，又需要利用你。
一邊忌憚我們的5G、半導體、高端製造的快速崛起，害怕我們撼動它的科技霸權、工業優勢；一邊呢又離不開我們的龐大市场、完整產業鏈，需要和我們合作續命。所以2017年訪華，特朗普演了一手極致的兩面派，表面上熱情滿滿，合作至上，當場簽下34項合作協議，總金額高達2535億美元，佔到當年中美貿易額的半壁江山。高調宣稱美中合作遠大於競爭，可背地裡呢，內閣早已悄悄醞釀對華貿易限制、科技封鎖政策，把中國死死定在戰略競爭對手的位置，處處設防，步步緊逼，只為保住自個兒的霸權地位。現在回頭看，2017年那次訪華，就是中美關係合作蜜月期的最後絕唱。自那之後關稅壁壘層層加碼，科技脫鈎全面開啟，產業博弈愈演愈烈，中美徹底進入正面競爭、長期博弈的新階段。而2026年的今天一切徹底變天。特朗普2任期依舊喊着美國優先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，瘋狂加碼關稅戰，升級科技封鎖，出台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升級版 MATCH 法案，拉着全球盟友对华围堵。可結果呢？重拳打空，全力白費，制裁越狠，美國越慌，封鎖越強我們越強。最直觀的硬核數据擺在眼前。2017年，美國稀土消費對中國依存度高達90%，那時候我們是被動一方，被美國處處拿捏。而今年1季度，我們對美稀土永磁體出口量同比暴跌1/4。更炸裂的4月底，我國自然資源部直接亮家底，31項礦產儲量穩居全球第一。稀土、戰略金屬、化工原料、軍工、剛需資源全套壟斷，優勢拉滿。這些資源是啥？是高端科技的根基，是現代軍工的命脈，是所有高端產業的底氣。反觀美國呢，家底徹底掏空。官方數據曝光，美國重稀土戰略儲備僅夠維持42天用量，軍工生產成本暴漲20%，多條核心生產線全面面臨停工風險。一邊是我們資源滿倉，產業鏈完整，經濟韌性十足；一邊是美國儲備見底，產業空心，通脹高企，美債壓頂。這就是格局反轉。9年前，美國手握籌碼，居高臨下挑合作；9年後，美國底牌打空，剛需爆棚求和。看懂這個你就懂了為什麼這次訪華全網預熱，中方偏偏絕不官宣。這裡給大家普及一個很多自媒體都不懂的中國外交智慧，也是老祖宗流傳1000年的博弈心法：事未定時不言声，局未穩時不落地。中國古人講，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真正的高手從来不会在博弈決勝之前張揚造勢，只會默默布局，靜待最優時機。網上很多人質疑，為什麼美方吵吵嚷嚷要訪華，我們卻始終沉默不回應？是故作矜持嗎？是高冷擺姿態嗎？大錯特錯，這根本就不是矜持，是大國博弈的極致清醒，頂級穩重。只要中方沒有官宣，就意味着博弈沒有結束，底線沒有妥協，條款沒有談攏。大家換位思考一下，普通人走親戚訪朋友都要提前敲定時間，談好禮數，更何況大國元首互訪。如果雙方已經達成默契，談妥所有共識，我們何必藏着掖着？早就官宣預熱，禮遇相待。之所以不官宣核心就一個真相：美方想要太多，願意給的太少，還想一邊搞小動作，一邊拿大好處。這就是本次訪華最大的預期落差。以前美國訪華是帶着誠意、帶着合作訂單來的，這次特朗普訪華是帶着私心、帶着籌碼、帶着漫天無理的要求來。一邊急着訪華求合作、求經濟回血、求國際體面，一邊呢死性不改、小動作不斷、制裁不停。就在訪華風聲愈演愈烈的當下，美國剛官宣制裁我國5家石化企業，理由更是霸道離譜，僅因為這些企業進口了伊朗石油，典型的美式霸權，我能做你不能做，我能制裁全世界，你不能正常做生意。更離譜的是，美方還公開喊話，漫天要價，逼迫我們在訪華之前主動讓步，增持美國大豆，採購波音飛機，在稀土戰略資源領域大幅妥協，放開更多市场准入，簡直就是異想天開，痴人說夢。用老百姓的大白話講，一邊扇你巴掌，一邊伸手要好處，一邊給你挖坑，一邊讓你主動讓利。天底下哪有這麼便宜的買賣？懂王雖懂，但你這買賣做的有點忒精。你美國既想解決國內通脹、美債危機、產業空心的難題，又想維持霸權打壓中國，
還想讓我們主動讓步，白白送分，違背天理，違背博弈規則，根本就不可能實現了。很多人看不懂，既然美國一邊打壓一邊求和，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拒絕，乾脆就不見了？這就牽扯到第二個刁鑽的视角。当下的中美關係早已從一方碾壓一方变成了鬥而不破、和而有度的穩態格局。古人講兩強相爭必有一傷，兩強相和方可共生。如今的中美正是如此。美國現在的困境是全方位的內憂外患，已經无力长期跟我们全面对抗。对内通胀高居不下，美債規模爆表，制造業持續空心，民生壓力拉滿。对外呢，中東戰場深陷泥潭，盟友紛紛搖擺，全球話語權持續下滑。最扎心的是，以前美國一聲令下，全球跟風站隊封鎖中國，現在美國跟伊朗激戰正酣，伊朗直接放話要用人民幣結算石油，狠狠撕開美元霸權的缺口。越来越多的國家看清局勢，主動擁抱中國市場，對接中國合作。美國的全球影響力、威懾力正在斷崖式下跌。所以特朗普這次急着訪華，根本不是為了所謂的中美友好，純粹是為了自救，為了止損，為了給自己攢政治資本。他國內選情壓力巨大，急需一場成功的中美會晤，拿到實打實的合作成果，給自己臉上貼金，穩住選民，保住任期。說白了，他比我們更急，他有求於我們，遠大於我們有求於他。這就是本次事件多出的核心變局。過去中美博弈，我們穩中求進。現在中美博弈，美國急於求成，被動妥協，而我們之所以不拒絕、不抵觸會晤，同時不官宣、不妥協，正是古人以靜制動、以柔克剛的頂級智慧。現在的中國早已不是10年前那個需要看美國的臉色、依賴美國市場、被美國科技卡脖子的中國。我們有完整的工業體系、龐大的內需市場、充足的戰略資源、超強的經濟韌性。美國搞全面制裁，我們內循環兜底兒。美國搞科技封鎖，我們自主突圍；美國搞資源圍堵，我們手裡握全球最頂尖的資源礦產，稀土霸權。以前西方信賴的自由主義、霸權至上理論，鼓吹強者通吃、實力即真理，一度被奉為文明抉擇。可如今呢，就連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旗手、斯坦福大學頂級教授福山都公開承認，新自由主義已死，中國模式才是未來的替代答案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全球學術界、政治界對中國實力、中國智慧、中國道路的終極認可。從2021年安克雷奇會談，我方霸氣直言，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是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，徹底打破了西方傲慢的幻想。到2025年，特朗普主動用 G2 定義中美關係，承認中國的對等地位。再到如今，特朗普放下身段，急切訪華求和，短短5年，天翻地覆。美國終於看明白一個真相：中國早已不需要仰視美國，中美早已實現真正的平起平坐。9年前，特朗普訪華時帶着收租者的傲慢，在一場盛宴中尋找收割的快感。9年後，他再度敲門，雖然 C-17的引擎依舊轟鳴，但那貨艙裡裝載的已不再是頤指氣使的霸權，而是美國急於止損、困於稀土、亂於通脹的自救指南。古人云：察勢者智，順勢者贏，趨勢者雄。當福山在斯坦福的演講台上宣告新自由主義已死，當自然資源部的賬本亮出31項全球第一的礦產儲量，當人民幣的墨香開始在中東石油的重鎮彌漫，我們就該明白這一局風向徹底變了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